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开门红收视亮眼，陈晓、程毅、杨紫同台，再度掀起全民追剧狂潮。陈晓为了演秦始皇减重20斤，体脂率干到8%，不是拍什么浮夸美颜的古偶剧，而是正儿八经在大冬天跑到咸阳黄土高原上吹冷风拍历史正剧。当同龄的小鲜肉还在偶像剧里摸皮耍帅，他已经把自己折腾成了有历史厚重感的千古一帝。而接下来的国剧市场马上就要迎来一波真正的神仙打架。陈晓、程毅、杨紫三位顶流带着各自的大戏接连上线，不演工业糖精，不拍悬浮恋爱，每一部都在实打实的啃硬骨头。这3部剧还没播就已经把观众期待值拉满了。秦迷，陈晓减重20斤演嬴政，郑国渠串起战国权谋大戏。别的古装剧都在拍帝王谈恋爱，秦迷偏偏不走寻常路，把镜头对准了一条水渠。公元前246年，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入秦，表面帮忙修渠灌溉，实际是想用浩大的工程拖垮秦国财政历史上著名的皮秦计。嬴政识破计谋后，没有杀人泄愤，反而将计就计，硬是把郑国渠修成了日后统一6国的粮仓。秦迷就从这个切口进去，用一条渠串起战国末期的权谋博弈。此时的嬴政还没完全掌权，内有吕不韦、赵姬、嫪毐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外有6国合纵虎视眈眈，郑国渠成了朝堂斗争的枢纽。嬴政借这项工程制衡权臣，同时夯实关中农业根基。剧中嬴政和楚国贵族芈起的关系是核心看点，两人本是志同道合的挚友，共读兵书，同议国策，最终却因家国立场走向决裂。张新成饰演的芈起，一边是嬴政的挚友，一边是楚国公子，在家国之间反复撕扯。陈晓为了贴合史料里嬴政封准长目的记载，特意减重20斤，体脂率干到8%。剧组的人说，他在片场全程专注入戏，黄土高原上拍摄期间保持着凌厉清瘦的帝王气场。从少年束发佩剑的锐气，到亲政后黑袍加身的压迫感，再到暮年独坐宫阶的孤寂，层次递进。王劲松的吕不韦，陈数的赵姬也相继亮相。光是这几个实力派名字往那一摆，就知道这戏稳了。2京15日，程毅脏脏包太子造型刷屏，预约量近60万。马伯庸的小说改编，张黎大明王朝1566执导，程毅主演。这个组合一出，基本就是年度爆款的预定。故事从明史里40个字铺开：夏4月，以南京的吕震命往居首。5月庚辰，仁宗不遇，玺书诏骸。大明洪熙元年，太子朱瞻基乘宝船到南京筹备迁都事宜，宝船突然爆炸，随行百官伤亡惨重。朱瞻基侥幸逃生，却成了多方势力的头号刺杀目标。与此同时，北京传来皇帝病危急报，夺嫡势力迅速集结，密谋篡改国本。留给朱瞻基的时间只剩下15天，他必须从南京出发，沿京杭大运河昼夜兼程2200里，抢在政变落地前赶回北京。程毅演的朱瞻基，从一开始被保护的太子，到深陷泥泞的逃亡者，再到最终夺回主动权。杀青当天，近3万名观众自发到场支持。拍摄结束后，程毅转身向人群鞠躬致意。预告片中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，满脸泥泞，衣衫染血从火光中翻滚而出，眼神布满红血丝，原声嘶吼：“我是回京城，擒拿奸贼。”这种脏脏包太子造型和朝堂上玉带端持的威仪天子形成了强烈反差。截至4月19日，2京15日预约量近60万，连续4周登顶2026年代播舆情热度榜 TOP1。
同时拿下待播剧角色热度指数榜、舆情热度榜双榜第一。剧组搭建了3万平米实景复刻明代运河码头，40%场景为运河实景拍摄。家业杨紫3个月泡在徽墨工坊，5月25日央视开播。杨紫这次不演古偶，不搞甜宠，一头扎进了非遗徽墨的世界。家业将于5月下旬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，全剧40集，以明代徽州墨业商战为主线。嘉靖年间一场供墨案打破徽州墨业格局，至墨百年世家李墨跌落神坛。李氏八房妖女李珍为解决生计走上制墨之路，凭借天赋成了徽州墨业黑马。杨紫饰演的李珍从少女成长为家族掌门，角色跨度20年。她提前3个月赴安徽徽墨工坊学习古法技艺，从搓灯草学起，炼烟、除捣、描金等36道工序亲身上阵。夏天窑内温度超过40度，他守在窑边一待就是大半天。韩东君饰演骆家次子骆文谦，与李珍从商战对手转为并肩抗敌的伙伴。剧中李珍与骆文谦终成眷属，携手推动徽墨传世。剧集在安徽黄山市多地取景，宏村月沼、西递敬爱堂、南平古巷、齐云山云岩湖等徽派建筑实景一一入境。剧组特邀国家级徽墨非遗传承人全程指导，严格复刻古法工艺。4月20日释出破剪版片花后，杨紫婚服退婚，雨中制墨等片段登顶热搜，话题阅读量破亿。爱奇艺预约量近90万，刷新平台女性传奇剧纪录。陈晓在咸阳黄土高原上受到脱香，成毅泥泞里翻滚到满身伤。杨紫在40度窑里烤了3个月，这3部剧还没播，观众就已经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，不是工业流水线生产的甜味，而是真正下过苦功夫才有的那种扎实的味道。从类型上看，家业更像是女性成长加家族商业史的结合体，有点接近古代版行业剧。再叠加央视平台播出，它的目标观众明显更广，不只是年轻粉圈，而是整个家庭收视群体。如果把3部剧放在一起看，其实能看出一个很明显的行业趋势：观众正在从甜宠依赖转向内容信任。过去几年，工业糖精之所以盛行，是因为它稳定、可复制、风险低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，同质化严重，观众审美疲劳。而现在这3部剧，无论是减脂塑形、泥的翻滚，还是高温制墨，本质上都在做一件事：提高真实成本。换句话说，这一轮竞争拼的不是流量，而是可信度。当然，也别急着下结论说一定会爆。历史证据容易节奏偏慢。2经15日这种高密度叙事，如果剪辑不好，会劝退观众。家业则要面对题材相对小众的问题，他们都有各自的风险点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3部剧至少把标准往上抬了一截。如果播出效果对得起目前的投入，那2026年的国剧市场很可能会出现一次明显的质感回潮。